是。那他目前来说，对于教会带来这种神学带来的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其实这个最大的影响哈，就是说，我先讲它正面的地方吧哈。对我个人认为它正面的地方是什么？呃，它正面的地方就像我刚刚讲良心的问题，对不对？就是你中国人良心跟美国人良心不是一个良心，OK？那你有些时候我们会忽略这个文化的影响，然后呢就直接进入到这个2000年前的这个犹太社会当中，这个本身这个跨越会有些问题。那它的这个最大的影响就是说，哎，你等一下，不要那么着急，你看一看保罗他处理是什么问题，他所讲的我真是苦啊，或者怎么样，他的苦是不是跟我们的苦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他的良心的责备，他的良心的这种自责跟你的跟我的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他相当于呢是从他的贡献就是说让你可以回到1世纪的犹太教，然后呢去理解他们当时的这个争论，他们在辩论什么就是说你不要那么快的就跳到这个我们现代2000年后的这个西方或者是中国的对这个保罗的这个理解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贡献，就是说你要回到保罗的处境里面去理解他的这个，但是这也是难的地方就在这里，因为你很难回去嘛，对吧？我们的资料只能可以说帮助我们能够大概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是什么，但是那个也不是绝对的，是吧？所以你就会发现不同的人对保罗的理解，保罗新观里面也有很多的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这个派别他们对这个保罗的想法是什么？谁也不是保罗的肚里的蛔虫，对吧？你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你这样猜，你永远都猜不到，所以这个就很难虽然他的贡献就是说你不要那么着急，直接就拉到你自己的文化里面，但是同时呢，我们也不能说那我们就不能确定我们的救恩了，我们就不能确定我们最这个基要的这些真理也不一定所以这个是他的贡献，就是他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回到保罗的处境里面来去思考一些问题，我觉得这是好事情这是好事情就像我刚刚讲良心的问题，对吧？真的，这个是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文化当中的对罪的认识，你知道连对罪的认识都不一样。有些东西这个在一些文化里面认为是罪，有些东西不一定是罪，你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你要认罪，当你说认罪的时候，你是带着你自己的对罪的认识，对你的文化里面对罪的定义和标准来去对他说你这个是罪，你要悔改。可是，在他的那个文化，在他的那个处境里面，他可能不觉得那个是个罪，他也感受不到那个罪给他带来的一个就好像说我犯罪了，我会良心会自责，是吧？他不会自责，因为他根本上就不认为那个是罪。你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就会变成说你看圣经里面说这是罪，是吧？然后呢，你就说那这个但是你在不同文化里面，它的表现形式不一样也许这个罪在你的文化是这个表现方式，但那个文化里面是那个另外一个表现方式，是不是？当然有些罪，比如说是骄傲，是吧？或者是贪婪，这些都是罪，可是它的表现形式会不一样。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讲的这个，你说大家都知道贪心是罪，是不是？贪婪是罪那你说贪婪的表达方式其实是不一样。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这个宣教士这是个真实的例子，他去到非洲一个部落宣教，他去宣教的时候呢，然后就是大家都款待他嘛，就给他吃，就把好的都拿出来吃。然后呢，因为他习惯就喜欢吃肉嘛，西方就是这样他们吃肉，所以他去呢他就吃肉。结果他吃的时候发现很奇怪，为什么别人都不吃，就他一个人在吃？然后呢，他就会然后别人也会用一种异样的眼神在看着他，他也没管那么多，反正大家上来了嘛，就吃嘛。吃完之后，后面有人就跟他说，他说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都不上来就把肉吃掉吗？他说因为肉在我们这边是一个非常有限的一个资源，就是尤其是他说那个男人要去打猎他需要这个蛋白质肉来去帮助他有这个好的体力，你知道吧？所以如果你把它吃完了，别人就没得吃。所以在他们的文化当中，你狼吞虎咽的吃肉不管别人，那个是一个最大的贪婪的一个表现。
但是他在美国的社会当中，你想吃多少肉吃多少肉，没人会认为你吃肉是贪心，你懂我意思吧？但是对他们那个文化里面，他们就觉得是特别贪心。然后呢，这个宣教士来到这个部落以后，就看到他们有多妻，一夫多妻嘛，然后就说啊，你们这个非常不好啊，这个是犯罪得罪神。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在他这个西方的文化里面，如果你娶这么多老婆，你是一个什么表现，你知道吗？你是一个贪恋，就是说你贪恋，就是说你想纵欲嘛，是吧？你想贪恋这个性嘛，或怎么样的一个表现？你想有更多的这个女人，是一种贪心的表现所以在西方的社会里面，他会把这个认为不仅是婚姻这个一夫一妻这个触犯了婚姻的这个问题了，同时也是你这个人本身的品格有问题，就是你想要这么多的女人，你是要满足你的这个情欲，满足你这个贪恋是这个意思。可是呢，他就说你看你们怎么那么贪心或怎么样？然后他就解释说，他说其实不是的，他说我们为什么娶这么多老婆？他说你自己看看这些老婆他都不是一般的人，他都是我们比如说死去的这个哥哥或弟弟的这个遗孀。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这个部落当中，我们要靠打猎，如果他的男人死了，这个女人这个孩子也活不了多久，因为没有人去打猎。所以呢，我作为哥哥或弟弟就是说我就会其实我是不想把他娶过来。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娶过来，我打了猎，我这些食物还要分给他们，我就会更少。但是没有办法，这个我就是要尽上我的这个责任来供养他们。所以你才会看到说我们娶了这些老婆，不是我们贪心，是一种责任。他说你们圣经里面旧约里面不也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吗？是不是有吧？对不对你这个弟弟去世了，你这个媳妇你哥哥要娶过来，而且你跟他生的孩子还不能算你的名字，是不是嘛？你看那旧约里面有那你为什么指责我们多妻是错了呢？但是我看你吃肉，你比我更贪婪，你懂我意思吧？就是对这个罪的理解和认识，它这个在不同的文化里面这个差别很大。所以你说你要认罪，你要悔改，那你首先要看这个文化里面什么是罪那你说当然贪心是罪，没错这是第10诫，但是它的表现方式可能会不一样所以保罗新观就是说你要回到保罗在那个时候，他说你悔改或认罪或怎么样的时候，你要回到他那个处境里面去想他在讲什么。可是呢，这个又很难这个又真的是很难那他所带来的破坏力其实远远超过他的这个贡献，因为这个贡献就是我们知道了，我们不能以我们文化当中的认识和理解去理解保罗，是吧？这个的确如果你这样直接理解会有些问题，但是它的破坏就在于说，对于我们所建立的这2000年所建立的因信称义的这个教义那尤其是对于救恩论的这个认识，它也动了这个根基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保罗不是在讲就是跟得救没关系那这个也不对这个也不对，所以你看你怎么看但是问题就在于说，你现在研究保罗的人呢就是保罗新观出来以后，任何关于保罗的研究都逃不脱保罗新观，你必须要处理保罗新观的问题，你必须要回到保罗的那个时代，保罗的那个处境，保罗所讲的这些是怎么样我还记得就前段时间有一个3一的博士，新约博士生，他就还写了一个论文嘛，就是说我不知道是不是从保罗新观的角度说，他就说什么保罗讲因信称义，他也是提因信为称义就是说这个并不只是靠着因信称义这是他的一个理解，但是一看就是从保罗新观这个影响过来的，才会这样提因为他会从最基本的概念都给你解构了，就是说因信是什么信，因行为是指什么行为是在他们文化当中是怎么理解的。一下子你整个容易陷入到一种相对主义当中尤其是文化相对主义，就是说那个是保罗对他们文化这样跟我们文化不一样。就像刚刚我们讲的例子那多妻他们的文化很有听起来怎么样，好像很有道理嘛，是吧那就他们多妻是对的，那在美国你不会因为离婚了老婆会饿死，是吧？那就没有必要就是娶那么多老婆，好像就是说那我们就必须要一夫一妻，好像一夫一妻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普世性的一个要求，而是说不同文化它有不同的
这个标准，有的文化一夫一妻就是对的，有的文化一夫多妻就是对的啊，怎么样，那就陷入这种相对主义里面，文化相对主义当中啊，这个也会出现很多问题。对，所以那到最后就会变成说，这个整个圣经里面讲的，尤其是保罗的神学，他就适应他们那个文化，是不是我这个文化也适应，但是呢要重新解读，变成了我们这个文化版本的保罗神学然后那个就变成那个非洲的文化版本的保罗的神学，然后就变成了西方的保罗的神学所以因信称义改教之后的这个保罗的神学，那就是西方的典型的西方的奥古斯丁式的保罗神学，那跟非洲的、跟南美的、跟亚洲的又不一样然后你就会发现所谓的这个叫什么世界宗教产生，意思就是说，你看一个基督教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神学，然后你就听到有什么解放神学、黑人神学反正各种各样的，就是跟着这个社会的发展的这种运动然后不同的神学的一种结合什么样的都有了那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文化的特色而不是一个普世的真理所以你怎么区分那个线在哪里？就是什么东西是在文化里面可以不同的应用的，那什么东西是绝对的真理，它是适用于所有文化的那这个如果区分不了的话，就会出问题。对，所以是不是过于靠文化去解经了？对，就过于进入一种文化相对主义当中所以你看他们就说，这个我还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讲到这个骄傲的问题，是吧？我举个例子你说骄傲如果这个秋雨那个时候把嘉信大厦买了下来假如说然后改名叫什么嘉信大厦，改名王一大楼、王一大厦，我问你们能不能接受你们能不能接受这件事情？王一大楼你接受不了，你说那你这个你本来就指控王一牧师说什么对他这个崇拜或者怎么样，哇，你这把整个楼以他的名字命名，你肯定接受不了，你肯定觉得这是骄傲，是不是嘛？但是如果你到美国，你发现这太普通了，所有的楼都是以这些老师的名字命名的你懂我意思吧？就是图书馆也好连我们的宿舍，甚至你想把你的名字那个放在上面都可以。你有的人你看在中国可能就是比较特殊的就是那个逸夫楼，是不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对吧？大家知道那在美国都是这样的，就是你只要你捐钱，你可以捐一栋楼以你的名字命名。你说我没钱嘛，我捐一个椅子也行，那椅子上面刻我的名字也可以，是不是？你再不行，我捐块石头也行，10块钱捐块石头，石头上刻你的名字，你都可以做。然后我们这边图书馆，我们的这个教学楼、学生宿舍全部都是以老师的名字命名的，就是这些比较有学术贡献的这些老师的名字，对不对那些大咖你都知道的，是不是都以他们名字命名？好，那他们不会觉得这是个骄傲，也不会觉得这个有什么问题，大家绝对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在中国这个处境你说这个王一大楼彭强图书馆，是不是？然后什么什么，那还得了，是不是？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吧？你看在中国的这个连这个地名你很少有以人的名字来命名的，就是说我说这个大楼或者是建筑，对吧？我们以前做什么叫什么蓝谷地什么锦荣家院都是不知道啥名字，反正就是很少有用什么，比如说这个哪天什么市委书记用他名字命名一个大楼，他不找死吗？是不是那对吧？所以你懂我意思吧？这个就是文化里面的一个东西，就是如果你这样那么高调，是吧？你会觉得这是一个骄傲的罪，可是在西方完全没问题，他们没有任何人认为这是骄傲。OK， 我来回应一下保罗新观呢，我没有了解很深了就是反对者我也了解的比较浅。那我觉得其实保罗新观的出现并不偶然，它其实整个西方学术范式，就是你要知道研究神学的，它也受西方学术范式的影响。就像比如说19世纪出现的圣经高等批判、圣经低等批判，到今天有很多已经过时了。其实保罗新观这种我认为它是过分，就是某种样讲
就带有一种后现代和后殖民的那种味道。就是你刚才说的完全对。谁又能知道保罗当时的那种处境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呢？是吧？谁又能敢说你能够进去了？就像你刚才说，保罗，你是保罗的蛔虫吗？对，不是。那么事实上，今天的学者他们钻牛角尖到一个地步，就是他认为说，因为学术本身就是要搞新的出来，搞一个新的说法出来。就是搞学术的搞神学学术的也是这样，受到整个世界的这种影响，就没人愿意说相同的话，是吧？但是福音神学一个最大的就是你常常可能要说相同的话，明白吗？对吧？这个就像我在教会讲道我现在因为我原先不信主之前到处外边讲，我就发觉到教会讲道和在外边讲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情。比如说我在外边讲就是姜老师，我在外边演讲，我很多时候根本都不准备。我讲80%让你懂的，20%你不懂。为什么你不懂？因为故意把那深的那部分讲出来，就让你听不懂，明白吗？但是完全听不懂，你不会来；完全听得懂，你下次不来，明白吗？对，我在外边演讲是这样的，那不止我一个人所有都是这样。真正会做事的人都是如此，但我在教会，我要尽量让我的会众100%能够听懂我所讲的。我一点都不敢说我就是要让他们听不懂，我就是要让他们不明白。那我受的审判就重了，明白吗？所以很不同。他现在保罗新观他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我认为他们是受学术范式的那种影响，故意要去创新。对，就是现在很多神学我觉得是。有些人是做学术，不是研究神学，而且不是在就是福音的古旧之上去发现新的亮光的那种神学研究，而是去发现自己认为的。那我举个例子就像你刚才说的，对罪，我们的文化判断是不同的，但是在属灵的和原则上的那个罪本身，比如说贪心有不同的表现，和贪心本身是罪，这是两回事，对吧？但是不能把贪心的不同表现来看的和贪心本身就是罪等同起来，对不对？对，保罗新观就很就是我了解到的对，我了解不深，我还必须要说，那保罗新观有的问题就是他可能就是他觉得说我要尊重犹太人，因为保罗是犹太人，这是第一。第二，我尊重那个时候的历史，因为他是在那个历史状态下写的。但事实上，刚才就像于姐妹说一样，正统的解经他也要讲究历史和文法，对不对？要讲究历史，不是不讲究历史，不是直接来，但是最终都要越过历史，是吧？因为它是圣灵的工作，虽然是保罗写的，是吧？那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就意味着保罗写的凡是正统的圣经都有超越性，绝对不可能停留在犹太人这一点上。如果仅仅停留在犹太人这上，那保罗新观就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不能只停留在犹太人上，保罗新观的过分强调都是不对的。对，就在我看来是，谢谢梁老师的总结。对，我觉得这很好。对，我们对保罗新观的态度就是这样。对，所以一方面了解他们在为什么提出这个东西他们在说什么；另一方面也知道说那个其实这个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在于这种相对主义当中他把绝对的真理也相对化然后呢就觉得好像保罗这个讲的东西就不适应我们，或者不适应某些文化所以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其实要看哪些是保罗特别针对当时文化的，哪些他其实不是真的就是超越时空、超越历史、超越这个文化的。对，所以我们后面也会提到一些比如说讲到门头的事情或者女人讲道的事情等等，有很多就我们要分别到底哪些是规范，哪些是范，哪些是典范，是不一样的。有些规范的东西它是超越时空的，可是有一些它是在这个历史当中保罗要处理教会特别的问题的，那就不一样，对不对？所
所以他才会写不同的书信。那哥林多的问题跟帖撒罗尼迦的问题，那教会问题面对的问题不一样啊，所以他才会他的重点会不一样啊。但是那个背后的原则啊，背后的福音的这个核心它是不变的，这个要把它抓住。对，所以感谢主。哎呀，这个只是说我是觉得大家就是说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看保罗新观啊，不要把它当成洪水猛兽哈。但是呢，要有批判性的来看，知道他在讲什么，同时呢，也要知道跟他对话啊。那保罗新观说实话，现在国内呢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哈，但是在西方是影响力很大的啊，所以这个这个要小心哈，对，这个要小心。好，那我今天先讲到这里吧。哎呀，后面还有一些，希望我明天能讲完。我还没约翰福音还没讲呢，你看，明天最后一次了哈。老师，其实我觉得他说利用犹太资料来主张，我觉得本身历史的材料，要么就是也是赋予人的一些的观点在里面的。那他其实也不能说只凭那些材料就可以证明保罗当时就那样想，对呀，因为本身那些材料的客观性就有待考究的，每个人都有自己主观的东西在里面。是啊，所以说保罗新观内部都有不同的派别，就这个原因，因为他们对保罗的处境到底是怎么样的都有不同的看法。对，所以这个就没完没了，没办法啊。对，是，但是感觉像病毒一样，是不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病毒在影响着很多？我觉得它很多东西就是它有些好像看是对，有些确实是明显有问题，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都能分辨这个，而且有很多的学者加持，这个影响应该是蛮有迷惑性的。对，所以我们才要把它搞清楚呢。这样的话，你以后听到不管谁来说，你大概心里有个数嘛，对吧？如果你完全不了解，他一讲，哎，你觉得讲的对啊，其实它里面可能有些不对的东西，你就分辨不出来了。对，好，我们我看看，我们今天就到这吧。我下一次我看我们再用1堂的时间，我把《使徒行传》讲完吧，然后再用最后一点时间讲约翰福音。行吧，那要么先这样可以吗？还有问题吗？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请说。那个保罗新观他的正式的发表是哪一年呢？保罗新观啊，我看他刚才就是那本书，就是这个 EP 3的，我看在这，他是什么时候发的？我看，应该我没记错的话，我看看哈，他写的这本书，我查一下。EP 3的这个人很有意思，我跟你说，他呢有一次这个人很骄傲，我跟你讲，有一次在一个学术会议上这个就是我的一个老师见到他，然后呢然后他就问他说哎保罗神学这个还有哪些比较难解的问题啊？你就给我提嘛，有哪些比较难解的问题啊？然后这个哥们来一句说，保罗神学里面没有所有难解的问题，我都已经解决了。他说没有什么问题他没解决了，全部都是这个他都解决了。哦哟，这个人真的是，他是1977年写的这本书哈，就保罗跟巴勒斯坦犹太教，他就是在那个时候提出的这个保罗新观。谢谢老师。是。好了，这个时间节点也很有意思，我可以这样说，这就正是西方就是那种就是平权运动和这些一切来的这样一个就是学术范式，在这个时候就是有新的转向那种更碎片化、更实证主义和更后现代、后殖民。对，其实他看上去尊重犹太人，其实他的意思其实就有一点那种就是后殖民的那种味道，就是说你们以前不尊重犹太人，是吧？对，就像比如说神学当中的什么就是拉美的解放神学什么之类的，对，就是这样。对，是，就是，感谢主。好，那我们要么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去祷告结束吧，好吧？